中国什么都不开心，那也只有让他继续不开心下去吧。Thank you, IPAC, for the privilege of being here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is means so much to us, so much to the people of Taiwan. 大家好，我是宇说。就在上周五11月7号，我们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无预警地访问了欧洲议会。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参访，他是直接以正式会员国的身份代表，在欧洲议会的现场发表演说。In an era marked by increasing fragmentation, volatility, and rising authoritarianism, this gathering affirms something vital: that democracies, even when far apart, are not alone.We are not alone in our values, we are not alone in our challenges,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are not alone in our responsibility to act. As democracies, we believe that fre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deliver prosperity and growth. Freedom fuels innovation. Fair and open trade fuels cooperation. These aren't slogans, they're strategic anchors for democracies seeking security and progress. So let me say this clearly. Taiwan is not just relevant. It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global conversation on peace, prosperity,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Hold the principles that are common expectations of humanity and of the UN Charter, which prohibits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to resolve disputes.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is essential to glob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continuity, and international opposition against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cannot be overstated. 这事件对台湾来说象征了非常重大的意义，简直可以说是台湾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台湾第一次真正以台湾这个国家的名称站在国际舞台上。你们看演讲的现场背景荧幕上显示的不是中华台北，也不是中华民国，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确确的打上台湾副总统这5个大字。看到这几个字真的感动到哭，因为这真的可以说是为台湾的未来走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起点。过去几十年来，中国花了多少力气，就是要在国际上封锁台湾这2个字。从联合国、WHA 到奥运，我们被迫要求各种妥协的名称才能参加。但这一次，欧洲议会显然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他们没有再管中国的政治压力与外交霸凌。这既是台湾外交的重大突破，也是对中共的一记耳光。我们刚刚有见证历史，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在我们欧盟议会里面有演讲，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台湾的副总统跟台湾的外交部部长都一起出现在欧盟的议会，然后直接在欧盟议会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议会成员演讲。真的是台湾外交大突破，台湾加油！根据媒体的报道，这场演说的行程是完全保密的，是一次突袭式的演说。各国媒体甚至在前10分钟才得知此事。想必等到消息曝光后，北京外交部会显得超级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事前完全没有掌握到任何消息。这侧面也反映出台湾这次的保密工作真的做得超级到位，在情报防堵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而当天副总统萧美琴的演讲中，他语气坚定地说，台湾是一个致力于民主、人权与法治的国家，台湾不寻求挑衅，但是台湾人拒绝屈服于中共的权威，台湾将与所有共同自由价值的伙伴们站在一起，绝对不会向独裁统治者低头。演讲完后，全场50多位各国议员全都起立鼓掌，要求合照。甚至欧洲议会官方也在 X 平台上发文说，台湾副总统向全球大会发表了突破性演说，这是台湾政府高层首次在外国国会发表演讲。这篇贴文还被官方定选在首页，真的不夸张，这是来自民主伙伴最真实的情感，是对我们台湾这个国家一次历史性的肯定。就在媒体报道出来后，中共外交部马上就召开了记者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介强烈谴责欧洲议会，说这根本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一中原则。中方已就台独政客在欧洲议会大楼内活动，向欧洲议会方面提出严正交涉。欧方表示，欧洲议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没有也不会改变。个别议员的个人行为不代表欧洲议会的官方立场。你提到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接受多个反华机构的资助，一向恶意炒作涉华问题，是民进党当局
挟洋自重的工具，毫无公信力可言。台独政客同该组织沆瀣一气，处心积虑刷存在感，纯属自我炒作的政治闹剧。他们的图谋不会得逞。我要重申，无论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分裂势力怎么折腾，搞哪些小动作，无论其在国际上如何四处钻营，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看完记者会后，真的觉得中国很气这次突袭，字字句句都在间接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打脸自己。就有台湾网友表示，萧副总统太棒了，中国反对的事，就代表台湾人做了正确的事。气愤哦，那有胆跟欧盟所有国家断交啊？我笑你们一个国家都不敢断交。美琴我们的副总统，那到欧洲去做这一个演讲，对台湾的IPAC 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交的活动，所以对于美琴能够顺利的在 IPAC 做相关的这个演讲，全国民众大家都很高兴，我们为他高兴，这是台湾自由民主在世界受到肯定最大的一个鼓励。中国什么都不开心，那也只有让他继续不开心下去吧。这次事件的核心意义就在于，台湾这个名称第一次被国际社会平视，得到了平起平坐的同等地位。国际社会不再用什么中华地区或民主伙伴这种模糊的词，欧洲议会用行动证明了台湾就是一个主权国家。这背后象征的是全球地缘政治的巨大转变，尤其是乌俄战争的爆发，真的让欧洲国家吓到了。他们深刻体会到，你对独裁者采用绥靖政策，他们只会换来战争，他们不愿意再重蹈覆辙，而中国正被看成是下一个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所以他们支持台湾，就等于在捍卫全球的民主秩序。这也解释了这次台湾在欧洲议会的重要性。对中政策跨国议员联盟 IPAC 长期以来，他们是台湾最坚定的伙伴，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强调台海和平以及区域稳定的重要性，积极在国际社会为台湾发声。在演讲当中，我以台湾动荡世界中值得信赖的伙伴为题发表演说。当中我特别强调，台湾不仅是全球高科技制造以及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更是负责任的国际成员。而自由和强韧的台湾，对于全球和平、繁荣与民主的未来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我也呼吁所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伙伴，与台湾深化经贸与科技的合作，强化韧性以及安全的对话，同时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携手维护台海的和平和区域的稳定。当副总统萧美琴说出台湾不会屈服的时候，他背后承载的是几千万台湾人民几十年来的民主奋斗史。这一刻不只是他一个人，更是代表全体台湾人民意志的集体展现。我们告诉中共，你越是打压台湾，世界就越看见台湾；你越是威胁民主，民主社会就越团结。这次台湾这个名称第一次在国际上被展现，不仅是因为我们被看见，更是因为在这个威权扩张的时代，台湾的坚持让全世界重新燃起了民主价值的信心。那你怎么看这次台湾外交历史上的突破呢？留言跟我说你的想法吧。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请帮我大大的按个赞，然后订阅和支持我们的频道。我是雨雨，我们下支影片见喽，拜拜。坐着轮椅出现在机场，看见媒体拍摄，完全没在怕，甚至面带微笑。但男子一抵达机场就被警方当场逮捕。原来他就是日前在网络上发文，表示副总统萧美琴能在欧洲议会演说，是因为台湾捐了80亿欧元的诚信网友。会上很多人在讲啊，转发，光是法国 BBC 这个就够扯了吧？会把它当真的人是脑子有问题，真的是脑子有问题。这就是一个反串文。当时他po文点出是法国 BBC 报道台湾捐钱，让副总统上台演说20分钟，还怒骂拿来普发比较好。总统府第一时间就立即澄清是不实谣言，警方获报追查，立刻掌握他的身份。但发文时，诚信网友人在日本东京，因此警方根据航班资讯，发现他12号下午3点抵达桃园机场，立刻派员前往。刑事局配合移民署在证照查验时将他拦截。男子供称也是从网络上看到，觉得好笑才转传，表示自己很冤枉，但此举已经违反涉违法，可处3日以下拘留或3万元以下罚锾。目前人已经被带回制作笔录。请他出去，搞清楚这里是哪里。